奥雷小白瓶邀您收看腾讯视频《陈情令》。云深不知处，淡斑找对路。奥雷淡斑小白瓶，斑点不见，白过姑苏小白兔，白白的哟。奥雷小白瓶，淡斑美白，无限的最爱。还是别进去了，里面虽然没有什么危险，但是这个地方处处透着诡异，在别人的地盘上，我们还是乖一点比较好。我需要有个人来帮忙，你们谁想来？莫前辈，我来。那我怎么办啊？哼，你呀，我没让你动，你就绝对不能动，听到没？嗯。走。什么鬼味道？你不想办法解毒，来这里干什么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叫你过来帮忙啊？我不是来帮忙的。这有人生了人忘了埋吗？怎么这么臭啊？我说金大小姐啊，你来就一起来帮忙，不来就回去坐好，叫另外一个人过来帮我。谁是金大小姐？你说话给我小心点儿。我倒是要看看你究竟要搞什么鬼。那好，思追，你去打桶水给我，洗灶台。好。洗灶台干什么？你又不是要做吃的。我就是要做吃的。你去把灰给我扫了，把这些什么稻草什么的都给我清干净啊！还不快去！煮粥？粥有什么好的？清汤寡水。反正也不是给你吃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干了这么久，还没有我的份。莫前辈，是不是粥可以解毒啊？还是思追聪明。不过解毒的不是粥，而是糯米，一个土法子。哦，难怪您一定要进屋，还要进有人的屋，有人住的地方才有可能会有厨房，厨房里才可能会有糯米，对不对？说得对，来，让开。你们还没说，你们是怎么到义城来的？不会这么巧，又在路上刚好碰到了我们吧？他们蓝氏的人，还有其他家族的几个，都是追着一个东西来的。我是从清河那边追来的。我们是从狼牙追来的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他一直没露面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，还是什么人，又或是什么组织。谁？谁啊？就是这样，我换了好几间客栈都是如此，
于是我就主动出击，只要听到有什么地方莫名的出现了紫猫，我就过去看看，一定要抓住是什么人在捣鬼。那你们呢？我们也是啊，一路追到岳阳，遇到了金公子他们，发现我们在调查同一件事，便一起行动。今天才追到这一带，在一块石碑前的村子里问了一位猎户，才被指了一程的路。猎户？早上我与蓝湛来时，村口那家分明是一户普通农户，哪来的猎户？而且杀猫抛尸的行为虽然听上去和看起来都很恐怖，但他们并未受实际伤害。这些事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。他们碰头的地点又是我和蓝湛待过的岳阳，看来是有人故意要引他们来同蓝湛和我会合了。这还不是最棘手，复原了鹰虎符的事，说不定此刻就在驿城里。莫前辈，粥好像煮好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就端出去吧。中毒的人一人一碗，喂他们喝。金陵，干嘛？小心一点。这是什么毒药吗？什么毒药啊？这是解药，糯米粥。先不论糯米粥为何会解毒，我可从来没有喝过这么辣的糯米粥。莫非说把辣椒面不小心撒进去了？这味道居然有点似曾相识的可怕呢。哎，是药三分毒，辣一辣出一身汗，你们好得更快，知不知道？喂，你们至于吗？你看到什么？门外什么东西啊？嘘，不要说话，我在看呢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哇，厉害！让开！什么呀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看？是啊，也不过如此，勉强能看罢了。这边外面，喂，别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没惊喜了。让大家自己去看看吧。这个时候还有心思骗人玩？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你刚才不是跟我一起骗了？你不要学你舅舅的口吻。思追，那个东西吓人吗？吓人。那你再看看。啊？这可是你修炼的好机会啊！就是因为吓人，你才要多看看。你看仔细一点，告诉我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怎么样，
看到什么？白瞳，女的，很矮很瘦，长得还行，拿着根竹竿。这位女孩子大概只有15、16岁，瓜子脸，很是清秀，清秀之中还有一股活力。木簪的尾巴上面叼着一只小狐狸头，瘦小并且体态纤细，虽然并不整洁，但也不算肮脏。如果整理一番，一定是一位可爱的美人儿。不错不错，观察仔细，而且着落点非常的独特。这位小朋友将来一定是个情种。这女孩子大概到我胸口，衣衫褴褛，不太整洁，像是街头乞儿的打扮。那根竹竿似乎是一根盲杖。白瞳嘛，不是因为他是怪物，而是因为他是名眼盲之人，而且他不断用竹竿敲击，像是要表达什么却说不出来。还有，他的脖颈上好像有黑色的纹理。没错没错没错，金鳞看得多，丝锥看得仔细。喂，这位姑娘，一直跟着我们，是有何事吗？难怪无法开口说话，又萌又痒，真可怜。是那个鬼面人吗？应该不是，那鬼面人的身法和这个人完全不一样。怎么会是他？莫前辈，这个人中毒了。这个人得救，怎么救啊？外面屋里都是毒粉，一出去肯定中毒。媚眼含羞和，单纯如笑开，不问善与恶。点睛照将来，点睛照将术，把他带进来，除此以外，全灭不了。都别过来，当心沾到毒粉，就算皮肤沾上了，也要中毒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小师傅，故人在此。死追，快去盛一碗糯米粥，快去！喂，这个人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，是敌是友，为什么要骂人救他？万一是个恶人，岂不是就有条毒蛇进来？可是他也有可能是个好人啊！你没看他在外面被傀儡围攻，肯定不是坏人。再说了，见死不救也违我辈家训。行，你们都是好人，折了谁可别怪我。莫前辈，双华剑。莫非他是小、姓、陈？糟了，外面好多傀儡。好多是多少？我不知道，整条街上都是，大概好几百。我看这个门要撑不住了。
莫前辈，您要用点睛招降术了吗？每个人要点2下，要流多少血？要不用我的吧？用我的，用我的。你们才修了几年呀？有没有空白的符篆？哎呀，画过的也可以。散开！宋兰，锁住他！宋兄，宋兰，拔舌！天哪，谁会这么恶毒？你们之中有谁修过问灵吗？我修过，带琴了吗？带了。你的琴语修得如何？实战过吗？请来的灵会不会说谎？死者的琴语，韩光君说过还可以的。韩光君说让我修精不修多，请来的灵可以选择不答话，但是一定不能够说谎，所以只要他愿意答，那么说的就一定是真话。开始吧。第一个问题，问他叫什么名字？他说什么？宋兰。好，看来你琴语修得不错，回答正确。那么问他第二个问题：为谁所伤？
说，小星辰，你谈错了吧？不会，尔乃何人，为谁所伤这两个问题，是问灵中最简单也最常用到的。人人开始修习问灵的时候，学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就是它们。我练习了不下1000万遍，刚才我还反复确认过，绝对没有弹错。要么你的问灵弹错了，要么你的秦语解错了。不可能，如果说弹错不可能，那解错就更不可能了。小星辰这3个字和名字，在来灵人回答中都不常见。如果说他说的是别的名字，而我解错了，也不可能刚好错成这3个字啊。传说宋兰一直在找失踪的小星辰，可是现在却说小星辰伤了他，他为什么要伤害自己的好朋友？他也不像这样的人啊。思追，问他第3个问题：为谁所控？尔等身后之人。都别动，别过来！比剑法，这里所有的人加起来也不是这个宋兰的对手。大人跟大人说话，小朋友们就出去吧。都先出去吧，你们在这里也帮不上忙。外面的粉尘应该沉了，出去千万不要乱跑乱踩，激起粉尘，放慢呼吸。思追，你最懂事，出去带带他们，能做到吗？别害怕啊。不害怕。真的？莫前辈，你和韩光君真像。像？我们哪里像了？分明天差地别的2个人。我也不知道，但就是感觉很像，好像只要有你们任何一个人在，就不必担心害怕任何事情。毒粉的解药，不错，比你那碗可怕的粥可有效多了，对吧？而且是甜的。阁下的戏码真是太足了。从刚才外面的奋勇杀师，历尽不支，中毒晕倒，为了演给我们看，你也真是煞费心机啊。不是演给你们看的，而是演给你看的。我猜你还没有告诉他们你究竟是谁吧，所以我也没有拆穿你，让他们出去，我们关起门来私下谈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贴心？所以义城的傀儡都是你用阴虎符做的。从你们一进来吹起那只笛子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。不过大雾弥漫，我们又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所以我只能试探一下。虽然韩光君有点麻烦，不过我那朋友在义城缠住他1时半刻却还不难。行了，我没有时间听你说这些话，实话说了吧，你把那些小朋友当人质，究竟让我干什么？我想让前辈你帮我一个忙，一点小忙。
这是什么人的灵石？碎成这样，浆糊都糊不起来。如果这个人的灵石这么容易就站得起来，那么我还求你帮忙做什么呢？如果你是想让我修复这个灵石，恕我直言，这里面的灵石装的也太少了。而且如果当灵石自己没有求存欲的时候，那么90%是救不回来的。而且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人应该已经死了吧？既然他已经死了，我怎么能救得回来？这些问题你难道不清楚？我不清楚，我不管。你也不是死了吗？你既然能复活他，就一定有办法。谁跟你说温宁死了？他当年根本就没死，好不好？哎，既然你叫我一声前辈，那我就卖你一个乖。江湖上的传言啊，大多都不可信。这个忙你不帮也得帮。前辈，你可不要忘记了，你带的那群小朋友在门外眼巴巴地望着你，等着你带他们脱险呢。多年不见，阁下还真是死性不改啊。薛洋，你好好一个流氓，为什么装其他人啊？哎呀，被你发现了！故意装作中毒，让人不好意思不救你进来。故意把双华露出一截，不仅会使用苦肉计，还会利用人的同情心，演得好一派轻易出尘，大义凛然。若不是我们之前交过手，我恐怕要顺理成章地认为你就是小星辰了。谁让他名声好，我名声坏呢？当然要装成他，才比较容易获取别人的信任了。好演技啊，好演技！哪里，我有一个朋友，那才叫做演技精湛，我自叹不如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你是夷陵老祖，鬼道开创者，我尊你一声前辈，这个忙你非帮不可。控制宋兰和温宁的黑色长钉，是你做的吧？既然阴虎符你都能复原一半，修复一个灵石，何须要我帮忙？这不一样，你是开山者，如果你不先造出阴虎符，我就没办法赋予阴铁半个阴虎符的功效。哼，没想到当年一别，你居然能用阴铁造就阴虎符这么一个宝贝，也算是我当初看走了眼。所以当年你果然私藏了常氏的阴铁。错了，我是私藏了阴铁，但不是常氏的阴铁。哦，岳阳常氏是什么仙门世家，怎么会有阴铁？你们也太好骗了。我是私藏了一枚阴铁，但是在上不夜天前就私藏了的。怪不得我们当年在常氏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有看到阴铁。阴铁有灵，四方镇之。世人只知道这句话，却不知道这后面还有一句：四方之气，尽归玄武。屠戮玄武。所以说呀，魏前辈，你好运气，居然无意之中就发现了封印在铁剑之中的最后一块阴铁碎片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有5枚阴铁的事实。阁下还真是厉害，能将阴铁藏匿这么多年，不露一点风声。所有人都以为是我拿走了你的阴铁，练就了阴虎符，自叹不如啊！不，还是你比我厉害。我只是偶然间发现了一些阴铁的秘密，而你却能无师自通，做出阴虎符。你谦虚了。这不是谦虚，这是事实。
我说话从来不喜欢夸夸其谈，就好像我说要杀一个人全家，那么就一定是全家，连条狗我都不会给他留下。比如说岳阳长氏和白雪阁。问你，出去打！你猜谁会赢？用得着猜，当然是温宁啊。唉，只可惜我给他钉了那么多刺芦钉，他还是不肯听话。有些东西太认主了，也很是让人头疼。温宁不是东西。你没发现这句话很有歧义吗？有。喂，你经常这样话说到一半就偷袭啊？当然，我是流氓啊！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我也不是想杀你，就是让你不能动，先跟我回去，然后慢慢修复这个灵石。我不是说了我无能为力了吗？不要这么急着拒绝嘛！你一个人无能为力，我们两个可以交流探讨一下呀。你是欺负我伤重后身体灵力低是吧？是的。这俗话说得好，宁可得罪好汉，不可得罪流氓。说的就是你，我不跟你打，换个人来。换谁啊？那位韩光君吗？我那位小朋友正缠着他。你说这是不是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？韩光君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把剑给我！子建，你不配。将哉，这剑名字与你当真绝配啊！退后，这里不用你。莫前辈，看来这里不需要我。啊，走。哎，看来那里肯定需要我。怎么样？都没事吧？没事。都听你的，屏住呼吸了。那就好。要是谁再不听我的话，我就让你们再喝糯米粥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
韩光君当然厉害了，他只是不喜欢显摆，可低调了，对吧？你是在问我吗？难道你觉得韩光君不厉害吗？厉害，当然好厉害，他最厉害。不好，这么多人在，一旦被大批傀儡包围，插翅翼难飞。走，往哪儿走啊？跟着竹竿的响声走。你要我们跟着一个不明身份的人走，谁知道他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？就是跟着他走。从你们进城开始，这个声音就一直跟着你们吧。你们想往城里走，他却把你们往城外带，与我们相遇。他其实是在赶你们出去，是在救你们。韩光君，哎，我们先走了，这里交给你了。走。昨晚他明显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紧急的东西，但是又表达不出来。但薛洋一来，他就立刻消失了，8成是在躲避薛洋。总之，他和薛洋绝对不是一伙的。薛洋，当年杀害常氏的薛洋吗？他没死吗？怎么又有薛洋了？不是小星辰和宋兰吗？这个我待会儿再解释。总之，韩光君打的不是小星辰，而是薛洋假扮的。大家都来了，进去吧。这里就是那种义庄停放死人的地方？没错，一般无人认领的尸体都会被存放到这里来。他把我们带到这儿来干什么？难道这个地方就不会被傀儡包围吗？他自己又跑哪儿去了？恐怕还真的是不会。我们来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你们有谁听到傀儡的动静了吗？没有。莫前辈，他好像要我们帮他打开这个棺材。这棺材里会不会是放的他的家人？不要过来，都站远一点。万一这里面不是尸体什么的，是毒粉，又喷你们一脸。莫前辈，你放心。莫前辈，既然这位姑娘不能开口说话，需不需要问灵？不必了，我们未必能问出他想要我们问的问题，而且我觉得他的回答会很复杂，很难解。那怎么办啊？
共情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这种歪门邪道，稍不注意就会玩火自焚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要是没有一个……好了，没有时间了，赶紧都站好，开始吧。做完了还要回去找韩光君呢。告诉你一个云深不知处的秘密吧，你特别好，我喜欢你和我一起喝缤纷无限饮。还不快点和我一起喝？何来怅惘？